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Eric。上一期视频的话，我们说了一下这个，麻省理工6.0计算机科学与 Python 编程导论第一节，什么是计算思维。然后这一期的话，我们来说一下第二节，就是分支和迭代。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分支吧。这个视频的话，昨天我录过一遍，但是录出来这个这个声音效果不是特别好，所以今天这是录的第二遍。什么是分支呢？我之前的话，我一直不知道怎么用这个，就是不知道怎么用语言来描述什么是分支。但是昨天我突然看到就是说别人的一句话，他说的是分支的话，就是你在一条路上走着，然后突然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，这个十字路口的话分出来了3条路，然后分出来了4条路，一条是我们原来走的这一条，然后另外3条就是我们现在面前的这3条路。他们这个3条路的话，每一条你不管你选择哪一条，你所到达的目的地都是不一样的。所以说这样的话，这就是分支。然后循环的话，就是你围着操场在跑圈儿。跑多少圈呢？是这个最开始你设定的这个数来决定的。如果说你设定我要跑100圈，那我们就要围着操场跑100圈，然后这就是分支和循环。然后的话，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他这一节课里面所提到的这几个练习题，然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，加深一下学习这个学习一下分支和迭代他们的理解吧。好，我们先来看一下，这个的话，我把字体调的稍微大一下，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这个在视频里看的清楚不清楚。好，就先这样吧。这是我昨天录视频的时候，然后写出来的代码。我先把这个代码删掉，然后我们重新来说，重新来讲。首先的话是，这是分支这部分的练习题啊。它的练习题是检查3个变量 x、y、z， 然后输出其中最大的奇数。如果没有奇数的话，就输出一个消息进行说明。这里的话我们就不做这个用户的输入了，我们方便一会儿的话我们去这个进行测试。我们先来分析一下，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，那我们需要怎么去做？首先的话，它是需要一个什么呢？我们首先它需要一个首先它需要的结果是奇数，那也就是说，我们可以先来判断，如果说它不是奇数的话，那我们就不要它了。那其次的话，其次是什么呢？其次是它需要是这里面的最大的那个数，需要是最大的那个奇数。
我之前的话一直，我之前的话脑子里一直的那种考虑是什么呢？就是，首先我来判断这个数是不是最大的，然后再来判断，它是不是奇数。如果它是最大，但是它不是奇数的时候，然后再来判断剩下的两个。写出来代码比较长，但是不能说不对。然后昨天的话，我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，就是它首先它需要的是一个奇数，如果说它不是奇数的话，那我们就不让它参与后面的运算了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们来写我们的代码。首先，我们写一个方法吧。写一个测试的方法，然后这样方便我们测试三个参数 x、y、z。然后的话，我们来判断一下，先分别判断这三个数。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，如果这个数是偶数的话，那我们就把它置为0啊，我们就把它置为0。这样的话，它就这样的话，就是说，我们把它置为0，给它做了一个标识。然后后面的话，我们会来判断，如果说它等于0的话，就不让它继续下面的判断了。然后这样的话，就是我们，比方说，如果说用户输入的是个2，然后的话，这时候2是偶数，我们判断2是偶数的时候，那我们就直接把2置为0，不让2参与后面的比较啊。然后我们接着来判断 y， 判断 y 是不是等于0。然后如果它也等于0的话，那就把 y 也置为0啊，把 y 也置为0。然后在上面的话，我们先来打印一下吧。我们打印一个字符串，然后打印一个输出，这样的话方便我们在后面做这个测试的时候能看清，这个能分清楚我们输入的测试数据是什么。好，这里面的这个百分号的话，字符串百分号 d， 这是一个转换符，它可以把后面的这个数值替换到这个字符串里面去。这些的话是 Python 的一些基础知识。如果大家对这些不懂的话，就是说可以去找一些资料来看一下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们就加一个注释。首先判断分别判断3个参数是不是奇数。如果不是奇数，就将置为0。好，那然后的话，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比较。然后我们就可以来比较一下，比较这3个数。
哪个是最大的？首先，如果我们判断 x 等于，如果 x 大于 y， 如果 x 大于 y， 并且 x 大于 z， 那这样的话，这个就是 x 为最大值。我们这样的话，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输出结果了。输出的结果就是 z 等于，然后当 d is much old， 然后就是 x 就是最大值，最大的基数。然后就是如果这两个条件不成立，那我们来比较y 和 z 啊。这时候的话，如果这个 y 大于 z， 那就是说y 是最大值，y 就是最大值。然后我们输出结果，我直接把这里复制过来。没有复制，刚才没有复制过来。好，我们判断过 y 了以后，那剩下一种情况就是，那如果 y 不大于 z， 那就是最后他们比较出来的一个结果就是 z 是最大的那个数了，那也就是 z 就是最大的基数。在这前面的话，我们还需要再加一个判断 x 等于 y 等于 z 等于0。如果它们都等于0的话，那这样的话我们就需要输出一个 no。如果它们都等于0，按照我们上面做的这个计算，我们需要它们都等于0的话，就说明它们都为奇数，这就是说明它们都为偶数，然后就不做后面的判断，直接输出没有奇数这个结论就好了。如果它们其中有一个，或者说有2个、有3个，它们这个只要它们其中有一个不为0，就说明它们其中是有奇数的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们然后拿这3个数来参与判断。然后的话，我们写一个，我们来写一个什么呢？写一个测试程序吧。假设我们这里用 for 循环来做这个，我们输出10个结果吧。我们输出10个词，输入这个10个测试数据。然后这 test old 这里面需要输入3个参数。我们输入参数的话，那我们就用这个随机数。我们给它输入0到100。x y 分别是0到100之间的这个随机的数字。然后的话，
我们运行一下，看一下结果。好了，我们来看一下这第一行的话，这是我们输入的测试数据。那我们来看一下73、32、28。那73是最大的基数，83、28、26、83是最大的基数，17。这3个数全部都是偶数，那所以它输出没有奇数。好，这个也是。那这样的话就是说，我们简单来看了一下，我们写的程序是没有问题的。我会把这些代码放到GitHub 上面去，然后有兴趣的话，欢迎大家去找问题啊，大家可以去这上面找出来，找出来所存在的问题。然后的话，今天的视频的话，这一期视频就先到这里了，不然的话，视频的长度会特别长。那我们下一期的话来说这个循环和做循环上面的测试。那好，先这样了，感谢大家的支持，谢谢。